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會特別來關心到是史詩怒火，難道真的白打了嗎？這一場美伊戰事，伊朗打臉哦，川普聚焦濃縮鈾。另外一方面，美軍犧牲替以色列扛下子彈，德黑蘭這邊的方面則是說兄弟會打不倒。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首先歡迎我們的專家到場，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軍艦長呂禮士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一周的開始，請幫我們在影片記得按下讚，並且在留言區寫下熱推2個字。如果想要跟我互動，可以寫下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也歡迎看到熱推薦的話，幫我們按下熱推的按鈕，來持續幫我們提升在國際的能見度。今天節目特別來關心到是，原本以為美伊談判已經有一個不錯的結果了嗎？因為盧比歐都出來說了，他說荷姆茲海峽的問題在數小時之後就會可以聽到一個好消息了。川普這邊也放話啊，他說呢，伊朗原則上是已經同意了，會處理好他們的高濃縮鈾的庫存，甚至還獅子大開口要伊朗交出全部達到2000公斤的濃縮鈾，而不是只有450公斤這一種武器級的濃縮鈾而已。消息一出啊，伊朗是直接打臉了，不管是盧比歐或是川普的最新談話，官媒這邊駁斥說要交出高濃縮鈾的話，這個是完全是不實的假新聞，還挑明了現在呢跟美國只願意談的是要雙方停止敵對的行動，解除海上的封鎖，還要美國釋放凍結伊朗的資產。那麼有關於美軍最在意的核計劃跟濃縮鈾的問題，他說至少也要等到30或者是60天之後才有可能來做談判。原因很簡單，或許伊朗在過去的這個烏克蘭的問題上面已經學到了經驗，因為烏克蘭當年交出了核武之後，現在換來的是俄烏戰爭。我們看到了包括了北韓死守核底牌，但是現在看起來美國是完全不敢去動北韓的。那麼伊朗的總統裴佐斯基安雖然說伊朗無意追求核武，但是大家現在看起來或許就是為了要做對於伊朗的自保嗎？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就請賴老師先幫我們分析，是不是等於說，核武交出去就是把國家安全交到了美國手上？伊朗總統說他無意追求核武，這個會是緩兵之計嗎？賴老師怎麼看？我相信伊朗是沒有意思要追求核武的啊，我的判斷。因為如果伊朗真的要製造核武，它沒有必要提煉到60%或者80%就停止了。它事實上可以加速再提煉，而且盡可能的保密，然後盡快的能夠把一部分提煉到95%能夠做出核彈。因為俄羅斯已經提供給他相關的這些導彈的技術跟能力，所以使伊朗在這一次的戰爭中，我們看到了它事實上已經驗證了。它可以打2500公里甚至更高一點的這個中程的導彈。換言之，也就是說，它的載具就是載體就是導彈本身，它已經可以打到以色列本土，所以它只需要是核彈頭。如果伊朗在當初是真的有下定死的一個決心就鐵的決心要做核彈的話，核武其實伊朗應該是可以做出來的。但是很明顯的就是說，哈美內伊也就是老哈美內伊。被第一時間被美國以色列，特別是被美國以色列所殺死的這位伊朗的領導人，很明顯的他並沒有要發展出核武，他只是希望透過這個核濃縮鈾作為一個談判的一個籌碼。是因為道理很明白，就是伊朗在奧巴馬總統時代完全遵守核協議，完全遵守，這是有國際背書的，包括聯合國的原能委員會。他們背書說伊朗是完全遵守，那是川普上來的時候撕毀了這個核協議，那是川普，所以違約的是美國。那違約的美國，那本來伊朗還寄望歐洲國家能夠主持公道，因為當時中國跟俄羅斯是主持公道的，但是還需要聯合國的另外的2個常任理事國，法國跟英國，還有當初參與這個核協議的德國，他們共同來主持公道。那所謂的主持公道，就是說他們拒絕執行美國對伊朗所施加的制裁，結果不是，結果事與願違，只有中國跟俄國，但是俄國力有未逮，
所以真正能幫伊朗忙的就中國大陸，而中國大陸頂住全世界的壓力，那麼繼續支持伊朗啊，認為伊朗是沒有違反核協議的。好，可是其他的所有的美國的盟國，包括韓國在內，都背叛了伊朗。韓國也凍結了伊朗的這個境外的這些財產，10幾個、20個億美元。所以為什麼伊朗都一直在炸韓國的郵輪？就是因為韓國本身背信忘義，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那也就是對於歐洲的其他的國家來說的話，由於他們背信忘義，所以對伊朗他就沒有必要再遵守核協議了，他就開始提煉濃縮鈾。可是我們在強調，如果他真的要做核彈，他早就可以做出來。可是他為什麼一直沒有？那是因為老哈美內伊他是把它作為一個籌碼而已。好，那因此我覺得伊朗的總統所說的話是可靠的、可信的。伊朗沒有要發展核武器，可他要用這個來做籌碼，不排除被迫發展出核武器。那因此拿這個東西來跟美國做談判。目前我覺得卡住的原因是在哪裡？卡住的原因是在於彼此之間的不信任了。伊朗不再信任美國，對。那伊朗現在願意把濃縮鈾如果要交出來，要交給哪一個國家，他可以在第一時間交還給伊朗？我覺得伊朗在乎的是這個。但是既然願意30天到60天再來談，那就是代表這個部分是可談的，可談的就有機會嘛。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美伊之間的不信任哦。那麼伊朗首先呢，把這個高濃縮鈾目前還是握在手上，當做他們一個很重要的籌碼。真的要談的話，也是60天之後才談。所以現在呢，在美國的內部開始鬧起了不同的聲音哦。有人覺得說，搞了半天，你這個美國打伊朗打了半天，自己的武器都消耗盡了，結果得到的結果是什麼呢？民主黨的參議員是這樣說，根本就是讓伊朗回到了戰前的一個狀態啊，打了半天完全沒有什麼結果，連前國務卿龐貝奧都開炮了，說這跟歐巴馬時代相比，根本是毫無進度的。有一個說法就是說，史詩級怒火根本就是白打了。包括現在美國呢，它的飛彈耗盡了，中東基地挨打，油價震盪，還有荷姆茲海峽還被封鎖，那到底是不是一切都回到了原點呢？聽到了這些話之後，川普非常的生氣，他在網絡上面直接開炮說，這不會是歐巴馬那一份爛協議。那白宮通訊的主任也嗆龐貝奧說，你一無所知，要他閉嘴。好，最敏感的是有一個人事的一個調動，就是美國國家情報總監，這位是加巴德。現在呢，最新傳出他要辭職，表面上說是家庭的原因，但是外界透露說他在伊朗開戰的理由上面不願意配合川普，才會有此結果嗎？楊老師就這兩個議題怎麼看？現在不會是回到戰前狀態，美國也沒有白打這場戰爭，但美國事實上是輸了，所以他並不是白打，他反而揭露了他自己本身戰爭能力以及軍事戰略，還有整個大戰略決策的弱點，而現在根本就揭穿了他過去一直以為傲的全世界的軍事，以及在中東地區的霸主地位。我覺得這場戰爭沒有白打，是把美國從神壇上面打下來了，而且是自己打下來了。這個戰爭現在不可能回到戰前狀態呀！你現在看看伊朗，戰前狀態，他的領導階層48個人都不在了，他的經濟現在受到蠻大的一個衝擊，所以這個不太可能回到戰前狀態。那第二個是，那荷姆茲海峽也不會這麼簡單的回到2月28號之前完全自由航行狀態。我覺得伊朗某種程度已經跟阿曼在談，以收服務費的方式，但不多，但是某種程度的還是影響整個荷姆茲海峽的航行。那這個對於未來美國軍艦跟美國船舶要經過荷姆茲海峽很大的困難。所以不是回到戰前狀態。你更不要說美國對於伊朗的制裁、封鎖、凍結資產，伊朗怎麼可能會讓美國完全絲毫沒有解除的情況之下就同意任何事情呢？所以這個戰前狀態搞不好是更早之前。所以整個美國也會解除這些制裁。那美國是不是白打呢？我剛剛講了，美國沒有白打，美國把自己從神壇上、從霸權上、從中東的霸主的地位上給打下來。現在你看到海灣地區超過20個大型基地，228個軍事基地，目前的衛星照片顯示被炸
遠超出乎白宮的講法，而且到現在都沒有再修改，再去維修。為什麼？因為荷姆斯海峽被管控的，所以美國的船艦進不去。他不太可能用飛機運這些什麼磚頭啊過去重建吧？對。那這個還是物質上面，那海灣國家還會跟美國在維持這個軍事基地的關係嗎？這個就不可能回到戰前狀態了。然後美國在這個問題上，他自己都沒有辦法，一個海上霸主都沒有辦法去維持海峽的秩序，還要跑到他的競爭對手北京那邊尋求他的支持。北京把俄羅斯的普丁也找來，隔了4天，所以基本上現在變成是叫做中國定義、美國翻譯、俄羅斯支持。新的大國協調秩序就是如此了。你看看這一次伊朗背後都是中國在把每個國家都摸騙了，從伊朗、巴基斯坦、美國、俄羅斯，你更不要說阿聯酋、沙烏地阿拉伯，最近他的王儲啊，阿聯酋的王儲啊。然後呢，接下來埃及，通通都到北京去，就在這1個月內。現在巴基斯坦總理還正在北京。現在巴基斯坦總理在北京在談什麼？中巴經濟走廊，當然在談伊朗了。所以這個時候啊，美國沒有白打這場戰爭，美國把自己的霸權地位給打掉，這是美國的輸意識時刻已經來臨了。也就是大家看穿了他的實際上，那加巴德是什麼呢？加巴德因為他反以色列，他沒有跟周遭川普這些周遭裡面去這麼捧以色列、支持以色列。那講實話，沒有人敢講。伊朗根本老早核武計劃就停頓在那邊，所以在去年6月的時候，12日戰爭之前，加巴德就說伊朗其實已經沒有在推動核武計劃。因此6月13號，美國跟以色列就趕快去打那個12日戰爭。然後你看今年2月28號之前，加巴德也說，伊朗目前的核武計劃沒有任何威脅性。對。後來2月28號趕快就去斬首。加巴德犯了大忌，在美國的政府裡面，尤其是川普政府裡面，沒有挺以色列，沒有聽川普的這個話，那所以他現在被換下來，那這個變成美國內政的一個嚴重的問題。以色列已經用金權整個主導美國的政治了。对，如這個楊老師幫我們看到，確實哦，這個美伊戰爭打到現在近2個月的時間，美國已經不可能回到所謂的戰前的狀態。特別是華盛頓郵報也在這個時候點出來說，你的戰損啊，已經遠遠的超過當初開打計劃之前的這個戰損了。尤其呢，他特別曝光了一個具體的數字，就是這個美國在這場戰爭當中消耗的武器的數量是遠遠高過於以色列的。包括了這些高階的攔截彈，是消耗量非常大的。那報道特別點出了說，美軍啊發射的這個薩德飛彈大概是200枚，幾乎打掉美軍1半的庫存了。那如果是標3跟標6，大概也達到了100枚。反觀我們來看到以色列的部分哦，它的箭式攔截彈不到100枚哦，大衛投石索大概是90枚。再來看到戰損，先前我們報道過美軍被擊落或者是摧毀的這個戰機達到42架，但是以色列有載人的戰機幾乎都是沒有折損的，因為呢這些危險的任務都是由美國來承擔的。所以在這個美軍大失血的之際呢，我們看到川普也正在積極的跟穆斯林國家領袖來通話，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這個亞伯拉罕協議，也暗示未來連伊朗哦都有可能來做加入。為什麼川普寧可犧牲承受這種巨大的消耗跟傷亡，也要幫助以色列？那麼伊朗成功的關鍵，呂艦長又怎麼看？其實如果我們來看啊，公視現實主義大師米爾斯海默，他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以色列游說與美國的外交關係》。他這裡面就特別的講清楚，美國的外交關係其實跟以色列的游說關係兩個部分是相互連接在一起的。這也就是我們直白的說，也就是美國的選舉需要大量的金錢，那這個金錢由猶太人來出，那對不起就要配合猶太人的錫安復國主義。那這也就是我們看到為什麼歷任的美國總統，無論或輕或重的，都是在不斷的支持這個以色列的種種的對於無論是加薩走廊，甚至我們講到說有關於黎巴嫩，那這些
主要的原因就在這裡。那剛剛我們講了這麼多的裝備啊，那當然對於美國來講其實是大傷的。為什麼？如果我們來看 CSIS 它的一個統計的話啊，我們談到幾個，例如說我們講到這一個戰斧巡弋飛彈，或者是標準3型、標準6型，或者是薩德飛彈，我們從這裡面我們都可以看到它的如果要補齊的時間呢，大概最起碼都是從4年起跳，那甚至有的要到5年了。那意思也就是告訴我们說，其實這一次美國用了這麼大的力量，其實沒有辦法拿下這一個伊朗，其實是他們輕忽了伊朗。為什麼？因為他們認為這個他們的對於美軍來講，美軍的這一個所謂的這一種戰爭形態啊，也就是我們講的馬賽克的這種戰爭形態，應該可以主導戰場，也就是我們任何的一個載具，它不但呢可以擔任了這個紅色的攻擊的這橘紅色的攻擊，它同時呢也可以擔任這個黃色的決策以及綠色的徵收的部分。他們一直這麼覺得，可是他們忘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呢在這一個伊朗啊，它其實真正的是這一個我們講到這一個胡塞組織背後真正的支持者。然後伊朗其實大量的沿用了從2023年10月開始，一直到2025年11月結束的這一個美國稱之為叫做繁榮衛士行動，也就是在紅海的這個部分，他們所創造的這一種飽和攻擊形式。那這種飽和攻擊形式包含了這一個我們講到無人機啊，或者是反艦飛彈，還有彈道飛彈。那這一些配合起來，其實那個時候美國的航空母艦打擊群在紅海其實就已經吃了大虧。然後結果他們沒有想到的，也就是這一次伊朗會把這種戰術直接用於波斯灣的國家，它不是只對了美軍的軍事基地而已，它是對於全面的波斯灣國家，也就因此啊，其實沒有辦法有效的那個戰勝，然後變成節節敗退，甚至提前喊停火，美國的真正的原因就在這裡。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